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G，选中国广电。那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来，我们请出两组嘉宾，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刘，25岁，来自安徽，消杀公司职员；小卢，27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你们的感情？我们一开始很相爱，但是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作，有时候让我很没面子，甚至还想让我当上门女婿。我觉得他现在不宠我，也不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了，也带来不了安全感。你希望对方今后怎么做？对我要求别太高，别老钻牛角尖儿，把我排在泰迪狗前面。我希望他以后能够嘴巴甜一点，多跟我道歉，而且要把我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其实还是谈婚论嫁到了这个地步了，是吧？是的。但是好多事儿还没捋清楚。是的。那你们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在一起347天了。嚯，数这么清楚啊？对。啊，咋连天都能数这么清楚呢？是当时追的挺辛苦吗？是挺辛苦的，追了1年才追上呢。1年怎么就同意了呀，姑娘？因为我当时其实家里也有给我安排相亲嘛，然后综合考虑下来，我觉得这个人他看起来很老实，然后挺专一的，我就答应了。那你这慎重考虑了整整1年，那应该没看走眼吧？确实，我觉得没有看走眼，但是现在吧，吵架吵的也挺多的。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是我们在一块2个月的时候呢，当时我妈就生病了，然后得了个乳腺癌，得做手术，然后当时我就得回北京去照顾我妈。然后当时她也挺够意思的，她知道我工作忙，然后也去北京了，就是说，哎，帮我分担着这个照顾我妈这个单子。结果当时就出了一件小事儿，然后她就非常生气，她要跟我分手。但你根本就不是小事呀！当时我辞了工作，从老家这边去到北京那边去帮她照顾她妈妈。我在照顾她妈妈那个时候是陪床照顾的，就每天都会在那边陪着她妈妈。但是我照顾着，他前女友也过来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前女友是学护士的，她过来医院，她只是想说白了就是出于人道主义，出于礼貌性的过来探望一下。不对，这护士多了，怎么还非得前女友这护士过来？我当时也是生气这一点，我说北京那么多护士，就得你前女友来看吗？况且是你母亲生病的事儿，前女友怎么知道？就他说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前女友没有断干净。其实我已经断干净了。其实我们的手机都是公开透明的，手机密码咱都知道，都能看啊。有时候可能说发个朋友圈，人家知道了，不就过来看一下吗？前女友来看咱妈的时候，跟你提前说了吗？跟我说了。那就是你的不对了，那你得赶紧向现任女朋友汇报呀，说我那人道主义的前女友非得来看一下。是，但是后来我也跟她道歉了，我道歉了整整1个礼拜，这7天我无时无刻没日没夜的我都在跟他道歉，结果小伙子，你怎么能让这事儿发生呢？这事儿其实并不是说我跟我前女友怎么样，或者说他就觉得没有关系啊，他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我不知道他们男生是怎么想的，就觉得前女友还留着有什么意思？因为你像我当时，答应他的主要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不就说了吗？他专一呀。那现在来了个前女友，我有什么办法？你和前女友面对面碰着了？对，因为我是经常陪着他妈妈的，他妈妈住院，我得去陪床陪护嘛。前女友来了，你们是热情招待，还是你就晾着她，让她赶紧走？我就也没管他前女友，反正你来看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又不能在病房上就跟他吵，那也就这样了。后来他前女友确实也没来了，但我就是生气这一点儿。最后他怎么着？他非得要跟我分手。我生气，我能不跟人说分手吗？那我是不是给你道歉了？结果你不原谅我，然后后面2、3天没哄你，你就以为我默认分手了，然后就更生气了还。那我觉得这件事他就是做错了，就是他的问题，他哄着哄着就不哄了，我当时就气上加气。我觉得太过分了，我能跟你提分手，你凭什么默认呀？不是你做错了吗？又不是我的错，你多哄哄怎么啦？他这，哎呀，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他这什么意思。不是，我问一下，就是他在医院里陪着你母亲陪了多少天？
赔了大概有5个月。5个月是吧？对。那你这道歉到5个月都不夸张。你们后来算是和好了吗？还是这事儿一直就闹到我们这儿来了？也算是和好了吧，因为后来他跟我再三的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而且当着我的面把他前女友也给删掉了。然后我就想着你都这样了，那我也原谅你呗，就勉勉强强原谅他了。行，这事儿其实姑娘算是原谅了，不管你们以前是不是藕断丝连，反正从此之后再不许联络。我算这篇儿能翻过去了吗？但是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我还会提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像根刺一样。既然已经翻过去了，就不用再提了。那接下来这个男生想怎么报答这个女生呢？他当时他照顾我妈5个月，然后包括我妈都挺感激这个人家小姑娘的。然后说我妈想着尽快说，哎，给人家弄个名分吧，说我俩把婚结了吧。然后我也说行，我也挺高兴。然后我跟他商量这事儿，他说不结婚，我就是要玩，我就要开心，不结。你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去跟我结婚吧？我当时跟他谈恋爱说好了，我们先以快乐为目的去谈一个快乐的恋爱。结婚的事再想一想，考虑考虑。结婚是长久的事情呀。那他现在觉得就是说我照顾他妈妈照顾得好，他就觉得我现在对他挺好的，就想着结婚给我个名分，那显得我特别的携恩图报一样，我接受不了这样。因为你携恩图报去跟你结婚的，我是本身也爱你，然后再加上这件事儿，对吧？综合考虑你适合。但是你正是因为这个事儿提出的结婚呀。我姑娘的意思是说，你要争取我，那是因为爱，不能因为感恩。对，报恩不纯粹。我们的爱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想娶我，我才会答应嫁。小卢，别着急，你还记得当初你为什么选他吗？我觉得他专一，宠我啊。你当时说你也是相亲之后，综合考量了各方面指标，比较之后理性决策选的他。对。然后你的期待是他专一爱你，然后你看啊，我当时选你是理性抉择，我比较了好多。现在你娶我不能因为别的，只许因为爱。你看又双标，他就是特别双标的一个人。哎，那我这样想有错吗？那我就是觉得我图你爱我呀。不是有一个问题啊，姑娘，就是你照顾他妈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他对你的感激也是既定事实。那怎么样才能够区别他是因为感激的娶你，还是因为爱娶你的呢？有分别的。其实他提出跟我结婚这个事儿，他根本就没拿出一个正确的一个结婚的态度。你像我们年龄在这边，对吧？也是到了结婚的年纪，但是他拿不出这个态度来呀。他当时跟我，你说明确一点，态度是什么？最起码保证我结婚的时候是有房子的，对不对？有房，你车子你现在就不考虑了，最后我们要有自己的房子吧。其实我们，对吧？刚开始商量的时候也是，你说不愿意结婚，对吧？那就订婚呗，咱们先把婚定了。然后我妈那边人不求着你结婚，那人也不缺人订婚。对我们家其实根本就不催着我的，要不然也不会我这么大年纪我还在这儿跟他谈恋爱。不大，才27岁，那这婚定上了吗？没定上呢，因为结婚这个事儿我自己也做不了主，对不对？我也是家里宠着长大的，我就打电话就是也跟我爸爸他们商量，本来说这个10月份我就带着他回家就见我爸他们商量订婚的事儿，但我爸那边考虑的是什么？就是他家现在拿不出什么经济条件来，因为他家庭比较一般，还是单亲家庭，就经济条件会比较差。然后就说我如果就这样嫁过去，以后的生活都是个问题了。然后就给他提了个条件，就是说，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家不要他的彩礼，而且房子我们家来出，包括他的工作，他就是想让我爸上门女婿。解决。那我觉得我爸爸的条件挺好的，对吧？你要爱我的话，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条件呢？但是我感觉这北方长大的人，我觉得当一个上门女婿确实挺丢人的。等于说让你去到他的城市吗？对，到回我们老家那边。那可能，那你父母怎么办？他父母又在生病啊。如果他真的答应了我们条件，他妈妈后续的那些要我们家提供到帮助的话，我们家肯定会给到这个帮助呀，不可能就不管了，是不是？这姑娘其实真是挺好的哈，但是你看啊，人家女孩是这么说的：你要爱我。上门女婿不上门女婿都不重要，是面子重要还是娶我重要啊？你现在明明是面子重要吗？要不然姑娘不高兴呢？他现在就是说呀，就想着跟我结婚，那又不拿出态度来。态度呢？并不是说一点态度都没有。当时我妈也是给了我10万块钱，说，哎，订婚呗，就是这意思。
就拿出10万块钱说让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样。我们家虽然说给出这个建议来啊，就是让他入赘到我们家，但也不是强硬的要求呀，我也可以去等他呀，等他攒够钱了，对吧？最起码攒够一个首付了，我们一块儿也能去讨论这个事情。我不是不愿意等他，但他就是没有态度，很摆烂，知道吧？姑娘是不是2个选择？一个是上门女婿，另外一个呢是能付一个首付，你就可以嫁到男方这边了，是吧？对。男生为什么那么想早早的定下来这事儿？主要是因为我家里面这边，我妈她觉得她照顾我妈很长时间，然后现在跟我合租呢，觉得这样在一块儿也不像那么回事儿，就是说尽快哪怕不结婚把婚定了，是这么一个想法。那人家姑娘不愿意呀。对呀。而且人家给你说了，我等你，咱攒够钱了，有了首付，买了房子，咱再结婚。你就说实话吧，为什么这么着急？哎，其实有一方面也是怕他跑了。对。姑娘，你说他摆烂，还有什么地方摆烂呢？就是结婚这个态度比较摆烂。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里养了小猫小狗，是流浪狗嘛，因为我特别的心疼它们，但是他从来就不是很去在乎他们的那种感觉。我不是说很不在乎他，我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就是前段时间他堂弟结婚了，他要回老家一趟，然后北京这边不就剩我一个了吗？然后就是说让我帮忙照顾我们家那2只猫1条狗，还都是流浪的。然后那狗本来就瘸一条腿，然后我上班期间那狗它自己在家里面玩，给自己另一条腿也摔瘸了，然后他就怪我。我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然后我弟结婚，我回家待了个2天，他跟我说狗又骨折了。当时给我拍视频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我就在想，我当做小孩养的小狗，你为什么就不给我照顾好？我就怎么我不是说没有对狗负责任，对吧？他首先他狗瘸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上班呢，完了之后回家之后我又带狗拍片子，又花了400多，又治疗又花了1000多。他老是说他花钱花钱。他虽然带我的小狗去治了，他老说这个钱花的不值得。当时不是结婚呢吗？他堂弟，然后他直接在那婚礼那儿就哭了，然后他妈就直接给我打个电话说，哎，你是不是惹我们家姑娘不高兴了？说惹她生气了。我又跟他妈解释，我说没有，我说又跟他道歉怎么着的，搞得我特别的卑微又没面子。后来结完婚我就着急回北京这边，因为我特别担心他。然后回北京那天，他也不来接我，当时他答应好好的过来接我，他都没做到。我那天答应我的是什么都没有做到。那天工作确实比较忙，因为我是做消杀的，有时候他客户那边会遇见很多麻烦，我得给他解决问题。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天天就跟他说了，我还给他打了车，从车站给他接回家，但是他不坐。我晚上9点多才回家，他愣是不给我开门，我敲了1个多小时的门，他不给我开。那最后我没办法了，我明天还得上班呢，我不得已我去我朋友家睡了。然后第2天我说回家拿件衣服，穿件新衣服上班去，他还是不给我开门。邻居都来了，说都一块跟着我求情，然后最后他才开的门。我说咱们有什么问题，咱不能把这门开个商量吗？人家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在。这你们知道吗？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说治小狗花了好多钱，他老问我值不值得。我当时就从家里借了一点钱回来，我想着我们在北京这边生活，其实压力也是挺大的。你现在治小狗是花了不少钱，我知道。那我想让我们过得好一点，生活不那么拮据，我从家里借点钱回来也挺好的吧。但是他后面又不来接我，就给我晾在车站了，不来接我。我当时你听听我是给他晾在车站了吗？我打出租车，我让他出租车上出租车回家。你打出租车和你亲自接着重视程度不一样，是这意思吧，姑娘？对，我觉得你真重视我的话，你肯定会自己来接我呀。人家在工作呀。姑娘这新仇旧恨就不能让他回家了，是吧？他哄我就哄了1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就去找他兄弟那儿。是你说我是哄了1个多小时，我敲了1个多小时的门，1个多小时，它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你就走了，他门上也没有个进度条，我哪知道敲到什么时候他会开门啊？那我不就只能没办法呀？那你为了表心意，不应该在门口打个地铺守一宿？我就是替姑娘在说她的潜台词儿，你就不能多求我一会儿吗？你在那边等我1宿又能怎么样？你把我的狗都弄骨折了，你还不亲自接我？你看你电视都这么演的是吧？你还不在门口躺1宿，在门口守着1宿？电视都不这么演，动画片可能这么演。姑娘，那后来这事儿怎么过去的呀？那能怎么过去？我又不能一直不让他进家门，最后邻居也来劝我呀。那我能怎么办嘛？第2天还是回来了哈。就算又翻篇了，翻一半吧。她是不是挺爱哭的？平常对她特别爱哭，因为她有一个闺蜜，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是给她灌输一些毒鸡汤。她闺蜜给她发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作的女孩都有人宠。她在家就
就说我不够包容他呀。啥地方他觉得你不包容他了，姑娘？我之前也谈过恋爱嘛，然后我那前男友因为喝酒的事儿，我跟他闹掰了，我就特别不能接受一个男的在外面喝得昏天暗地的那种感觉，回到家里烂醉如泥躺在那儿的。他那天就是跟他那些是跟你那些同事还是朋友什么的喝酒。喝完了回来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都担心他喝死过去。然后他就说我这件事不够体谅他。你知道他怎么着说我说他不够体谅我的吗？我在床上躺得好好的，我一喝多我直接趴床上，他直接给我推下去了。他推下去我就在地板上睡一宿，又冷又杠的。那是怪我吗？那我又弄不动你。我是第一次特别直观感受到一个人喝醉到那种程度，就是在他身上体现到的。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被人推到地板上睡一宿的心寒。那天。我不是让他在地板上睡觉，我是想让他去洗个澡，因为他身上特别的臭，特别脏，我就想让他去洗个澡，然后睡在床上。我弄不动他，喊他他就你就把他踹下去了？我不是踹他，我是想给他扶起来，他滚到地上了。那你给他盖被子了吗？盖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也没什么错，反正你自己起不来呀。那你喝完酒他能起得来吗？我那天喝的也确实不少，而且我这一年我能有这一次都算多的，基本上就这一次。还有啥事儿吗？他有时候我感觉他确实特别能作，因为这个小狗这事儿，我感觉他对这个小狗他跟我就是特别双标。你看我每天上班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他要求我洗澡，我洗澡对吧？我干这个行业的我能理解为什么要洗澡，但是我一进家门，客厅让我换一件衣服，进卧室还得换一件衣服，这是让我不理解的。因为我比较爱干净，然后回家的时候让他洗完澡换一套衣服，到卧室的时候，我觉得卧室是睡觉的地方，不可以穿其他的衣服，就要穿家居服或者是睡衣，他不乐意换。你看他现在他这么说，但是他对我跟对小猫小狗那完全是两个态度。那小猫小狗一年到头不洗澡，还就那么一件衣服，从床上尾咕到地上，再尾咕到床上，它都没事。你们家狗是不洗澡的吗？洗，怎么可能不洗？不洗多臭啊！那他说一年到头不洗澡，那他又没看到我带去洗澡的时候。那他小狗小猫洗澡有我勤吗？那肯定不能有你，不能天天洗。我觉得这个对你的洗澡要求是有道理的啊。洗澡是我能理解。我卧室一套衣服，就是客厅一套衣服，都是家居服，这个你是不能接受的。对。感觉太折磨人了。那卧室的家居服能穿到客厅吗？不行。那姑娘，你从卧室到客厅不？我到。啊，你换衣服吗？我不换。那为什么要他换呢？因为他脏。你这是一个玩笑还是真实觉得？不是，是真的。我就是觉得他要是去卧室的话，他要穿睡衣去。姑娘，你喜欢他吗？喜欢啊。你喜欢他，咋还嫌他脏呢？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之前喝酒那事儿嘛，搞得我对他要求很高。我就觉得你在家给我搞干净一点，别搞臭烘烘的。他喝酒那事儿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人家说了嘛，一年有一次就算多的了。这一年是只有这一次，谁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他跟他朋友一块儿，那些同事一块儿要喝酒啥的。所以这个男人身上只要发生一次错误或者一件事儿，在你这儿就永远过不去，是吗？可以说过不去吧，反正我们一吵架我就会提这事儿。女孩，你要是让他换衣服，他不换，会有什么后果？我跟他吵吵呀。跟我吵，他跟我哭。啊，也哭。但是姑娘，你不怕你这么老哭啊？你这男朋友有一天被你哭的受不了了吗？我也不知道呀，我要知道我也不会在这站着。你会不会担心啊？就老是不愉快，你老这么哭，他有点事儿做得不够好，你就哭。我有的时候会担心，但有的时候他会哄我嘛。那他现在还哄吗？次次哄吗？哄，但是哄的次数少。我就是希望他以后在家的时候能不要老是那么的吼我，就是多宠我一点嘛，就都听你的是吧？对，多对我好一点，听我的呀，而且对我态度好一点。男生有啥诉求吗？我就是希望他不要老是在公共场合就是老是哭啊，老是不给我面子，然后我每次我都得去哄他，我每次哄他我都感觉挺消耗我自己的，然后就是挺累的也。那你打过退堂鼓吗？打过，真的打过，但是其实想想，在一块儿347天了，感情也是挺深的，在一起的时候也挺开心的，又也舍不得分。关键还有100多天照顾咱妈。对。他们俩应该比你们俩是不是稍微年纪小一点儿？听完啥感觉呀？男生觉得作吗？可能会觉得有点啊，你和她男朋友感觉一样？对啊，因为我个人的话不是很喜欢那种就作或者什么的，
这个女生，我觉得她挺好的，就是不管是物质上还是家庭上，还有那个心灵上，我觉得她很善良，所以我觉得男生可以再多包容她一点，然后女生也可以在情感上再理智一点。听听老师有什么建议啊？我觉得你的父亲特别爱你吧，从小就是你要什么给什么。差不多吧，全部的一切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然后会让你开心。差不多，在家很宠我。是很多有孩子的父母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女孩一定要像公主来宠，但是有个度。我觉得这现在就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就刚刚你的男朋友，我不知道他是第一次在你面前表达还是怎么样，他说过有没有打退堂鼓的可能性，他说了有。吵架的话不能当真吧？毕竟我吵架说分手也不是真的想分手呀。但是他今天说的，你觉得他是真心话吗？他有思考过，所以你再这样下去，你可能会失去他，并不是说你完全都是错的。比如说你爱宠物，那很正常，你有一颗善良的心，那包括宠物是他的一个情感寄托，男生也不能跟他来争这一点。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度，你对男朋友的要求是要有度的。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天生来就是为你准备来的，他不是你的父亲。然后这个男生呢，我觉得，你既然了解你的女朋友，你知道她有洁癖，多向她靠拢。她喜欢这种被宠爱的感觉。你看，她喜欢小动物，为什么？她喜欢宠溺她，那你也像宠小动物一样去宠溺她，这可能是她希望得到的，对不对？那你就多细心一些嘛。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说可能会有点难，但是比如说，就像她要求换2套衣服，那我们就换2套，慢慢的，你们2个就能融合在一块儿。你多去看他平常怎么照顾小动物的，你就用这种方式来照顾他，而不是去跟他的狗来争。他毕竟是宠物嘛，是他的一种寄托，你慢慢的让他寄托在你身上，会更好的。先科普一下啊，就是喝醉之后不能立刻洗澡，有可能会猝死的。其实男生啊，你没有理解一件事啊，你也是他捡回来的一只流浪小狗，他只会这一种爱的方式。所以啊，他对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得服从他，你得依恋他，你得需求他，你得给他情绪价值。问题是，他现在为什么他宁可喜欢流浪小狗，没有喜欢你呢？因为在他眼里面，你不像小狗那样依恋他，不像小狗那样那么需要他。你居然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你居然还要求我，你居然还想造反，你还有前女友。简直了！其实这个姑娘刚刚张瑞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她出生在一个宠溺她的家庭里面，在宠溺的家庭里面，女生就会显得很骄纵，而这种骄纵呢，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叫爱溢出，她的爱太多了，她要溢出来，她要付出去给别人，所以你看她对流浪动物，她有大量的爱去给予他们，是因为她能够理解的爱就是这一种爱。所以他对于你也是一样的，他的爱要笼罩你，要吞没你。说白了，你和他之间不是一个对等的、平等的这么一个关系，这是他对于爱的理解。你知道你和这个男生最不合适的地方在什么？就是你们出生于2个完全不同的原生家庭的状态，你是这种爱溢出的状态，而他出生于一种可能更加的艰苦一点，可能更加独立一点的原生家庭，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到了车站打车回家是件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对于爱的理解和对于独立的理解的冲突。既然这么冲突，你们2个人又为什么在一起呢？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姑娘那5个月，其实在我看来做的特别不对。你结婚都没结，然后你跑去衣不解带的去照顾人家妈5个月，我觉得这是没有边界。你对他妈真的有感情吗？并不是嘛，你无非就是同情他、可怜他嘛，然后去做这样的事儿嘛，无非就是让你获得了巨大的道德的满足感嘛，这是一个执念，这不是一个人真正的感情。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对我妈那么好，为什么你跟我之间为什么相处不了？他对你妈好是因为他执念所驱动的爱的溢出和道德的满足感，并不是他这个人好相处，这里面是有巨大鸿沟的。你们要跨越原生家庭带来的性格的鸿沟，你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对于爱这个东西，你们要有重新的理解。姑娘，你要知道，就是你对于一个人的关心，一定不是这个人需要你，所以你再去关心他，而是因为你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了
感动，看到了温暖。而至于男生，我觉得你现在反而应该让这个女生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对等的。你不能再无限度的去满足她，也不能再无限度的哄她，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算了。陆琪老师指出了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模式啊，你们去对号入座，去思考一下自己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情感。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你们也有这样的情感困惑，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边找陆琪，就可以关注到陆琪老师啊。别忘了提到你们是爱宝的这个忠实粉丝的身份，那陆琪老师会给你们一份新手礼包啊。有问题找陆琪老师。回到你们两个身上，其实我还挺难受的，挺难过的。我觉得其实两个年轻的孩子都挺用心的，挺想付出，也挺想知恩图报的。从这点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们俩都很善良。如果说这个女孩没有那100多天在你妈妈床前去服侍她的那段时光，她今天哭啊作啊，此刻你要娶她，你会犹豫吗？会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坦诚一些呢？恩是恩，咱要报，报的形式有很多种，不是拿委曲求全，一再容忍、退让、包容去报这个恩的。恩是恩，爱是爱，你把这个分清楚啊，你俩的感情模式就好相处了。爱是什么？爱是彼此要协商、包容、理解和支持。好的爱是要双方推进的，不是一个人退让啊，因为你曾经给我恩，我就退让，这不叫爱。女生，我其实说实话觉得你不太爱他，他反而爱你可能还多一点。他觉得你身上的坦诚、你的善良、你的真挚，他多少还是被打动了。但你可真不喜欢他。你看你刚才哭那样，那小狗都骨折了，是他弄的吗？你心疼你家狗，你就把这怨气撒他身上吗？那不是他养的，人家帮你照顾你养的这些流浪小猫小狗，再尽责任。你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劈头盖脸扔他头上，而且你不管不顾，自己家亲人结婚你那儿哭，太任性太骄纵了。你这样一弄，他觉得狗就是他的敌人，怎么我伺候了你了，你还要骂我？你明白吗？所以你再把你们本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情感，一步步越走越错，越走越反。你把这些细节调整好了，你们这个爱情我才祝福。否则我觉得就散了吧，你也不太爱他，你又天天哭，你们俩别别扭扭干嘛？小刘啊，是这样啊，你那闺蜜啊跟你说了那么句话，你管它叫毒鸡汤啊还是什么，这都无所谓。作的女孩有人心疼是吗？但是我告诉你，明白人都只会哄那哄得好的，一个人注定哄不好，只会教会我再也不哄了。我哄你也没用，我不哄你，你自己好了。后来他那前女友那事儿，他3、4天哄你没用，后来他就不哄了，不是也没分手吗？你正在教你男朋友学会，他再也不会哄你了。你是个哄不好的人，你觉得他还会哄你吗？不会哄我了。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发脾气发到2、3天，看到他认真哄了，咱们让他有点成就感，让他觉得只有他能把你哄好，你觉得你会不会更开心一点？会吧，对吧？比如说在门口敲门，我错了，亲爱的，哎呀，都是我不好。他敲门敲到第55分钟的时候，哎，咱把门打开，让他体会这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种意外之喜，是不是你们感情能好点？应该吧。能好点是吗？但就是开不了这门，那你觉得下回他还敲吗？他直接去哥们儿家打地铺了，他还敲吗？这雷老师真是你闺蜜啊！要费那劲干嘛？费那劲干嘛？小刘啊，你记着啊，如果哄得好，咱们努力哄，这姑娘对你是真好，贴身伺候你妈，对吗？而且这姑娘是特别善良，特别直率，她从来没憋着坏，她想干嘛都告诉你，所以这姑娘啊是真善良。但是你得弄明白一事儿，咱哄得好的人，哄不好的人，你哄他，何必呢？真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你希望他能改变一下，变成一个哄得好的人是吗？对。你愿意变成一哄得好的人吗，小卢？愿意呀。行嘞，我说完了。姑娘，你心里我感觉有一个结，必须得解开，否则他永远哄不好你。当初辞去工作，来照顾他的母亲，是自愿的吗？是啊。有跟你父亲说吗？
我跟我爸爸他们说过这个事儿。他们同意吗？他们是同意的，不然我也不会过来呀。好的，所以你付出了你的所有，你来了，满腔热情的陪了100多天，对吧？你觉得他应该是100%对你专一的，这是你为什么选择他的重要的原因。但你突然发现，他居然跟前女友藕断丝连。从那一刻开始，我认为你变了，你变得对他不信任，你变得在这段感情当中很脆弱，你很容易哭。你很容易极致化你们之间的矛盾，你很容易把你们之间普通的小矛盾给它烈度升级到不可挽回。你再给自己一个信心，说他爱你的，他不是不爱你，他是专一的，他那个就是一个偶发事件，所以你才有一次又一次的极致的表现。比如说把他锁在门外，比如说让他睡在地上，比如说让他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换衣服。不是你洁癖，是你在折磨。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恃宠而骄，你们之间的爱情就会被消磨掉。如果说你100多天照顾他母亲的那个算筹码算储蓄的话，慢慢你这个爱情的银行就会被你消耗挥霍一空了。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赶紧醒一醒吧，姑娘。你思考一下老师们说的话，坐下来想一想。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吉，29岁，来自山西，营销；小郭，28岁，来自河北，待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就是来分手的。我们2个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2个3观不合，长痛不如短痛。他好长时间没联系我了，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他和好，求他原谅。如果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可以改。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我觉得他改变不了，他太传统、太固执了，总是把想法强加于我。我觉得还是好聚好散，和平分手吧。我希望他可以看到我的付出，接受我的好意，好好把这段感情走下去，就知足了。真想来是吧？不想分手。对，因为他那个最近1周没联系我了，然后我就比较慌嘛，然后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微信他也不回。那女生是为什么要来呢？我觉得通过1年多的相处，我们2个就是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3观，2个人都不是很适合。然后我也跟他说过，就是要不然就分开这个想法，但是他还是语音然后视频轰炸。所以我觉得他既然邀请我来这个节目呢，我想让他也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然后告诉他我们俩真的不合适，好聚好散，然后和平分手吧。所以你是想清楚了，是吧？啊，对，为了让他能够痛快一点接受这个分手的现实。嗯，对，是的。他们俩诉求真有意思，一个是来让我们帮忙劝和的，对，一个是让我们帮忙劝分的。那你说说你为啥那么坚决要和他分手呢？先从性格来说吧，他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强到都有点唠叨了。就比如说生活中一点特别小的事情，然后他都要跟我讲1个多小时，然后恨不得今天哪个同事然后吃了蒜跟他说话，然后熏到他了，他都会跟我絮絮叨叨说1个小时。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小琐事，就是一说就说半天，然后就很占用我的时间。我觉得没什么，可能中间有些小的插曲，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个1年的时间的话，可能放在别人身上，这个热恋的时间都可能还没过呢。而且的话，我非常喜欢他。我感觉一个人的话喜欢另一个人，他其实在遇到之前，印象中已经有他的样子了，然后他正好就是我的喜欢的样子。哦，我感觉是可遇不可求吧，以后可能也不会碰到了。而且我的爸妈还有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找了一个。在那个国外生活了10年的海归，也是非常有面子。哦，我个人朋友是海归啊。对对对，而且我感觉3观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合适，只有说越来越合适。我可能是分享有点重，生活嘛就有喜怒哀乐，我把生活分享给他，就把爱分享给他了。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嘛。不是，你真的是干营销的，我跟你讲，你刚才里面套了好几层的这个误导我们的逻辑。首先第一个，他是你的梦中情人，不代表你的梦中情人就必须喜欢你，对吧？第二个，他说你们3观很不合，但是你套了一个逻辑是没有人3观是合的，没有人3观合和你们2人3观很不合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他现在在表达的是他觉得你不合适，以及不喜欢你，但你跟我们表达的是你有多喜欢他，以及你觉得他有多合适。可能就是咱们理解之间中间会有一些偏差。他不是总是提到那个三观不合吗？因为可能他在国外生活过，可能一些习惯了什么之类的朋友会比较多。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话，肯定彼此是会有影响的。那你然后去他的圈子里边待过吗？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感觉不是很能融入。还有我本身的话，就是英语一直比较差，我感觉就他们在说加密语言。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呢，就不应该两个人一直黏在一起，就是还是要有彼此空间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和我很多朋友，因为我朋友也挺多的，就是和我的朋友聚会，然后可能会玩到很晚，然后也会喝点酒小酌一下消遣一下。他就对这个事情有很强的控制欲，然后有点过于干涉我的，除了爱情方面，其他的友情上的生活。你们能不能直接说发生了什么？你邀请过他参与你的？我有邀请过，但是他去了之后，就像一块木头一样，在那儿站着也不说话。然后我朋友也问我为什么他不想和我们交流，然后其实我在中间也挺尴尬的，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英文，我听不太懂嘛，所以就可能也会想要融入，但是他们经常也会围在一起聊得比较热闹嘛。感觉有一种割裂感，所以人家说了嘛，你分享给他的同事吃了大蒜这个内容，他不感兴趣，就敷衍你一下，然后呢，他的生活你也融不进去，对吧？什么英文也说不明白，然后也很难接触，这不就是他说的你们生活观不一致吗？消费观呢？你们这能够融到一块儿吗？消费观也不是很能融入到一起，就是我很喜欢买一些就是那种短短紧紧那种辣美妆，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很物美价廉，然后他就对我这个审美，然后还有一些消费习惯颇有微词。我感觉那些衣服就不值那些钱，而且他的衣服那个又短又贵，经常就是这种就是辣美妆吧。然后我感觉那个不值那么多钱，而且的话我感觉围个窗帘其实也可以做呀。您看，他就说我的那些衣服，然后像窗帘，他在批评我的审美，然后觉得我这些都不好看之类的。那你觉得买短衣服不划算哈？那买啥合适啊？他特别喜欢给我买巧克力，而且我已经告诉他我不喜欢吃巧克力了，然后他还要买，然后各种口味的，然后黑的、白的，然后薄荷的之类的。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了我不爱吃，但是他还依旧我行我素。人家都说不爱吃了，你为啥一直给他买啊？那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份心意啊！而且大家都送巧克力呢，我也就送巧克力了。那人家不爱吃啊！哎呀，真的是两个世界。男生，我问一下啊，你女朋友用你的话说又漂亮是吧？在海外生活10年，你也觉得特有面儿，生活也非常的国际化，那你会担心她吗？就是哎呀，会不会有更优秀的人走到她生活里？你担心吗？这个肯定是会有的。那你怎么处理你的担心呢？比较关注一些他的一些生活，然后可能会花自己的时间去占用一些他的时间或者空间。就比如大概分享一些事情啊，或者他去的一些地方，我可能也会想去一块儿去啊。总结一下，就是缠着他，阻止他，两件事是吧？要不你一看你人家这措辞说的多美，我要花我自己的时间去占用他的时间。那你的生活就是听不懂，我们可以给他翻译一下，直白一点，对不对？那你会查他手机吗？最简单的，查他社交，查他手机吗？他这个是我又受不了的一个点，就是他曾经查看过我手机，看有多少异性之类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就是彼此互相信任，他这样就是我感觉非常侵犯我的隐私。老师，你知道说他手机上多少软件吗？手机上10几个交友软件，而且话很多都是英文嘛，我看不懂，但是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我肯定是还是有了解的嘛，比如说 honey 了 baby 了，就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亲昵称呼是不是有点太不分轻重了？哎，这个问题女孩回应一下。这只是一个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就翻译成中文就感觉跟亲一样。我不会主动跟异性去这么打招呼，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拦别人，就是你不要这样给我打招呼。社交软件指的是就是男女的这种异性的社交网站。交友软件还是？对，交友软件会有点多。就有交友的，然后也有那种通讯的。交友软件都是之前下载的，一直没有卸载，但也没有用。那你要查到他有这些什么哈尼之类的，你怎么处理呢？人家说了没事儿。
首先，你刚才也听见了，我不会明说的让他改变一个事儿，我总是心里可能会有个想法，然后通过行为想去影响他，改变他。干啥了？你干啥了？您就直接说啊，你什么行为？你按理你干啥了？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俩出去约会吧，然后他就突发奇想，就是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就是异性的朋友。然后呢，他就是想看我那个列表，我就把我手机给他看了，然后他就开始命令我，然后让我去删一些异性。因为他的异性朋友不是很多，然后他想让我删到和他同样数量的异性朋友。你删了吗？我一开始删了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对，无端删人这个事情挺没礼貌的。就女生其实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觉得三观完全不合，也是一个其实努力过的是吧？也想尝试去融合的。对，但是他的确对我的这个交友啊，然后生活呀涉及太多。那你们工作上呢、事业上呢有分歧吗？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外生活理念一直都是，我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定积蓄之后呢，我就出去旅行，然后或者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也投了一些公司，然后也收到了一些 offer， 但是有一些方面就是不太符合我的求职的要求，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待业状态，但是我还是有积蓄的，所以我就还是没有着急找工作，但是没有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然后他就把我的简历给了他的上司，然后想让我去他的公司上班。首先的话，我是为他好的嘛，我想我俩就是一直发展下去的，因为抱着结婚的目的嘛，也是为他那个负责，也是为我俩的感情负责嘛。然后我就偷偷瞒着他，然后和我们的公司提交了一个简历，然后我们那个领导看了他这个留学10年，也是感觉是高学历感觉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把他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他，然后他也挺不乐意的。那就是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不一样呗。那你们这平常什么兴趣爱好啊、吃啊、喝呀、这些基本的生活的，能够磨到一块儿去吗？也不是特别能融入到一起，也不行。对，他就特别喜欢吃一些个冰淇淋啊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大冬天嘛，然后他想吃冰淇淋，我就陪着他嘛，然后我就忍着吃了，然后就上吐下泻的，也是住进了急诊。那吃也吃不到一块儿呗。玩呢？玩的话，我就是平常比较喜欢和朋友相聚，稍微有点晚，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养生，然后就也会抨击我。就比如说有一次我答应好跟我朋友一起庆生，肯定要到晚上12点才吹蜡烛嘛，然后他10点半、11点，然后就拉着我让我赶紧回去。我就觉得特别下不来台，大家都在兴头上，他这样做特别扫兴。哎，那他的朋友圈呢？你能融到他的朋友里边吗？也没有很愉快。有一次他带我和他朋友一起聚会，然后他居然让我在他朋友面前表演秀一段英语。这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让我儿子干。是。就是我有一种回到了被小时候支配的恐惧，就是朗诵对，就是在那个亲戚面前，然后被父母拉着，然后表演段才艺那种。我是个追星女孩，然后我有个特别喜欢的歌手，我就知道他要在北京开演唱会嘛，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他的演唱会。我特别想去 VIP， 原因是因为他有项福利，就是可以跟偶像一起合照之类的。但是那个票的话，那个不好抢，然后我就让朋友买了个山顶的票，而且我个人的话就觉得那个山顶票了，还有 VIP 票了，首先 VIP 票我就抢不到而且那个票的话，我也听说那个 VIP 票的话是可以和那个明星那个牵手或者是拥抱的，我就挺不情愿的嘛。人家说是合影，牵手拥抱。哎呀，我当时可能做的有些极端了嘛，陷到一个里面来，然后我就网上买了一些偶像同款的一些个衣服了，然后香水了，还有头套了，然后每次和他约会的时候，我就穿上那个同款的衣服，然后配上那个香水，然后结果他还是不乐意。我觉得他应该听一听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的需求就是你陪我去看演唱会，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位置，让我更近距离接触我的偶像，这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做这些有的没的的。姑娘，你没说真话，你不需要他陪你去。对，因为他也欣赏不了。我听了这么久，我一直想问一句，你们两个第一点是怎么在一起的？第二点是女生真的爱过这个男生吗？哎，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挺有意思的。这哪儿都不搭，咋就走一块儿了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追求的时候挺死缠烂打的，所以就追了你多久？追了大概3个月左右。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很真诚，然后他其实不是您看他也是不太善言辞，但是他其实就是
内心很有内涵的那种人，一直会写情书啊、写情诗之类的。哦，可能的话，大家感觉我俩之间有好多之间是不合的，但是的话，越缺什么就越喜欢什么。因为我的话不是很擅长社交嘛，我在上大学之前我是没出过自己的城市的，甚至说县城都没怎么出过。我非常喜欢一些个社交了，或者是看一些风风景了，品尝一些完全不同的美食了。而至于他这个社交这一方面，我是不反感的。如果他是朋友的话，我也不反感的。他想说，女生身上有很多她没有的，她渴望的什么，在国外生活、爱旅游啊，很国际化呀，她向往，所以你跟她好了，是吧？我们现在其实奇怪的是，女孩看上了你啥？就是第二点，你真的爱过他吗？对，我觉得“爱”这个词有点太重了。所以我没问你喜欢吗？所以说你就说没有喽。没有。你们两个情侣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啊，你们俩觉得他俩还适合在一起吗？我支持女孩子分手。对，我也支持女孩子分手。哎，你俩会吵架吗？就是像他俩那样，你一句我一句，有时候吵架也是一种沟通。你俩吵吗？吵不起来。对，我的性格就是比较浓烈，他感情比较就是平稳，然后我想跟他吵也吵不起来，有劲儿没地儿使。对，就像一拳捶到棉花上一样。你们完全都没有建立你们的沟通和信任，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拳头一直打在棉花上。第二一点就是你们没有建立成共同的兴趣点，就像你说的，他欣赏不来你喜欢的偶像，但是他写的诗会让你觉得比较有情调，但是那可能又不是你最欣赏的地方。小吉兄弟，我觉得放掉他，你爱他，给他自由嘛。你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是非常欣赏他那个身上许多东西的，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各种社交嘛、旅游嘛，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你整场都在表达你的观点，对他多么喜爱，我的理想型就是他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理想型是你这样的吗？今天到这个节目来，他上来第一件诉求就是我要离开他，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撞了南墙，你要回头。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定了，你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们撞了这个南墙，我希望你有机会回头看。谢谢南墙老师。南墙老师，其实男生的整个想法和心理逻辑是很清晰，很好理解啊。其实就是向往美好。女生，你的心理逻辑我想了半天，后来我想了一下，大概有几条。首先，第一个，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你丧失了你自己的文化系统。你原来熟识的那个文化系统是国外的文化系统，那是你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但是呢，离开之后，你其实是有很大的恐慌感和不适应性的。在这种过程之中，你遇到了他，你当时在想，他是一个很好的帮你融入现在文化系统的这么一个人。确实，这个男生身上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又有那种野蛮生长、激烈的、霸道的那种东西，就是你会觉得他很野蛮，就是野性很足。但是他身上又有一些素养，他又不是属于那种很低俗的，他有他的文气。他又有他的文气。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身上的那种特殊性和特别性，他喜欢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恰好是因为你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同的，这是他为什么当时会被你吸引的重要原因。但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热爱缺失，但最后只能和同频生活在一起，因为不同频他就不舒服。他可能是爱吃肉的，你是那碟青菜，青菜挺好的，但确实他现在已经吃不下去了。我也不劝你说放手什么，你放不放手是你的问题。但是姑娘，我劝你一句，谁不想要谁放手，谁不想要谁离开，好不好？就这样。这女生其实好是两个人的事儿啊，但分手其实一个人可以做的。你为什么还愿意陪他来？我觉得他自己有很大的执念，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听一些别人的想法。所以你还是想善始善终，就是对，是能让大家相对都不留怨恨的，相对轻松的分开，是吗？对，是的，好聚好散。所以你看，其实刚才陆琪老师是把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状况呀，对感情的态度都剖析了一遍。我相信这个电视机前有好多朋友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情感当中的迷茫困惑，想找陆琪老师给你们来指点一二的话，也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哈。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陆琪老师，你也别忘了说，哎，你是我们爱宝的忠实的粉丝，那这样陆琪老师会给你一个新手礼包。你们两个，我真的觉得男生每一个人对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给对方带来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个感受不是建立在我愉不愉快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欣赏的、我喜欢的那个人他的感受之上的。他不舒服了就是不舒服，他不喜欢听你讲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你一定要灌输给他，那就是你没有建立在让他开心的基础上和他相处，我觉得是自私的。如果你真的爱他，真的欣赏他，你就应该放手，给他自由，送上祝福。女生，我多一点点嘱咐啊，当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也要先去认知自己内心的需求，自己认知清晰了，再去寻找一个互相支撑的人，到此为止，说清楚。哪怕今天我们坦诚的分开，我觉得也是彼此的一场告别和祝福。我觉得一个28岁，一个29岁，一个连养生都懂，一个说英文很流利的人，你们会不明白想分手就分手的道理？手机拉黑，通讯软件拉黑，会发生什么呢？不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很伤害人。你觉得在这儿努力过这一番，他受伤害吗？我觉得他会就是看开一点。你能看开一点吗？如果他拒绝你，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但是可能会理性到感情用事。理性到感情用事的意思是具体化？具体化就是说，我对很多事情都会不感冒、不感兴趣，然后我特别想象中的或者回千梦萦的一个样子，在生活中有了一个映照。请具体化。我可能还会尝试修复一段时间，但是我对于感情的话就是很难。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复？你的通信软件被拉黑，你的手机号码被拉黑。除非他消失在国外，不然的话，我的天，总有被你找到那天是吗？我只是想画个句号，因为我对于感情的话是非常重视的。我有2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认知啊。那我不听认知了，你就说，人家坚决跟你分手，能不能不纠缠？拉黑你了，你就不找他了，你也不跟踪他，也不缠着他。我不会做出以下行为。哦，不会的。我受过的教育不会让我产生这样的行为。那他如果说没能在国外消失，他依然在咱们这个国土上继续生活，将面对什么？我给他画个句号，然后的话，如果他想做朋友的话，可以做朋友；如果不想做朋友的话，大家就当没件事。可以，很好。女生，我问你2个问题啊。第一，在生活当中，你和他提出分手，提过几次？明确的话得有3次。哦，那为什么每次都又复合了呢？我跟他提了，然后他就是当这事儿好像不存在。他是不相信，他就觉得再努力还是有机会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决绝的就不跟他见面？他也知道就是我的家庭住址之类的。第2个问题，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我再和你确认一下，是想让他真的通过我们的嘴告诉他，真的你对他没有感情了，要分手了，还是还有感情，还有希望给他一个机会？就是真的分手吧，就是不合适。就是让他去迎接更崭新的生活。好，男生听进去了？听进去了。好，消化一下。女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之所以选择和他在一起1年，分了3次没有分开，其实里面有你自己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了错的人，我们真的是要马上止损，要决绝的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而不是瞻前顾后。这样会给别人有一种错觉，哦，你在给我希望，我努力，我做这件事情，我做的及时就有机会了。你会给人家一种错觉，同时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男生，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勇气，但是如果太过度了，你就会从一种执着，变成了偏执。所以女生态度明确，要分开。男生如果听了我们老师的解读之后，觉得想真的画上一个句号，给女生自由和她想要的生活，那你就不要出来了，好吧？我们请2对情侣都先回到门后。观众朋友，如果想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呢，也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来看到我们的完整的视频内容。那这2组情侣他们会做怎样选择呢？第1组出，第2组不出呗。第1组我觉得特别可爱的2个年轻人。然后，但是他们很有机会。行，咱先看看第1组这个情侣吧，看看他们的选择。请开门，不会听完第2组的他们不出来了吧？不能，他们会更应该出来了。哎呀，这拉着手，还拉着手呢。
女生啊，你这男朋友是个好男孩；男生，你这女朋友是个好姑娘。你们决定有什么改变吗？对，我决定以后多让着他点儿。还让呢？让着他吗？还让呢？姑娘，你有什么改变吗？就不哭我觉得以后吧，肯定多为他考虑一点，对吧？那能不能回家只换一套衣服？可以，那洗澡还是要洗吧？洗澡当然要洗了，应该洗。希望你们不仅拥有爱，还拥有细节中的美好，好吗？加油吧，还年轻呢啊！反正我们看出来了，人家小情侣是相爱的哈，相爱咱们就彼此珍惜，好吗？好，希望你们开心，终成眷属，好不好？谢谢，期待那一天，加油啊！拜拜拜拜。哎呀，这第二对是多少有点沉重哈，看看这个男生到底还会不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的选择啊，来，请开门。哎呀，希望这个男生真的能从心里深处认可这个句号啊。那今天分开了，也希望他们能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生活。本栏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G，选中国广电。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会。